北京93超级大阅兵只剩10天了，你敢信吗？总指挥到现在还没定下来。偏偏就在这时，前储君胡春华突然跑去西藏，行程几乎是1:1复刻习近平当年的路线。更蹊跷的是，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也跟在习近平身边，可在官媒报道里，整个人被消失。这3件事放在一起，你觉得还能是巧合吗？还是说中南海真的在上演一场新的权力大戏？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袁成。首先，我们来看最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北京93大阅兵。中共砸下举国之力，要在北京强行上演一场93大阅兵，对外打的旗号是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但实际上更像是一场展示权力的政治秀。现在已经进入倒数计时，可最尴尬的问题却暴露出来：这场阅兵的灵魂人物总指挥到现在还没定下来。按照惯例，在中共军改之后，这个职位通常由中共中部战区司令员担任。中部战区的核心职责就是保卫京畿，可以说是御林军的总司令。这个安排合情合理，但问题来了，现在中部战区司令员的位置是空缺的。原来的司令黄明去年已经被调到北部战区，港媒之前说可能会由原北部战区司令空军上将王强接任，可直到现在不仅没有官方宣布，这位王强上将还传出了被失踪的消息。在今年7月31号的8·1招待会上，外界就发现至少有9名现役上将缺席，其中就包括了这个王强。要知道，在过去的1999年、2009年、2015年和2019年4次大阅兵，总指挥的人选全部都是提前数月就公开任命的，而唯独这一次2025年的93阅兵，距离正式举行不到10天，总指挥却依然悬而未决。这种情况在中共历史上极为罕见。大家想想，一场阅兵连总指挥都定不下来，这在中共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这背后透露出的信号是什么呢？我至少认为有2点。第一点，中共军队高层现在极度不稳，清洗还在继续。除了王强，这次缺席招待会的还有中共武警部队司令王春宁、政委张宏斌、海军政委袁华志等等。这说明军队的反腐，或者说权力斗争远没有结束。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情况下，习近平可能找不到一个他能够完全信任，并且有足够资历和威望的人来担任这个敏感的职位。第二点，这也侧面印证了坊间关于习近平军权可能被架空的传闻。如果连阅兵总指挥这么重要的人选都无法顺利敲定，是不是说明他在军中的影响力受到了某些挑战？有人可能会说，司令没了，可以找副司令顶上，或者让北京卫戍区司令来也行。但中部战区副司令李志忠去年已经被罢免了中共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显示政治上出了问题。而现任北京卫戍区司令是谁，官方至今没有公布。当然，也可以打破惯例，比如让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甚至是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来担任。但这样做政治信号就太强了，特别是张又侠，一直有传闻说他才是现在军中真正的实权派，甚至架空了习近平。如果他真的出来当总指挥，那不就等于把传闻给实锤了吗？这必然会引发巨大的政治动荡。更有意思的是，回顾历史，中共的阅兵总指挥似乎是个高危职业，如2009年的阅兵总指挥房峰辉，10年后就因贪腐问题被判囚终身监禁。2015年的总指挥宋普选，在阅兵结束2年后，仕途就因丑闻中断。还有2019年的总指挥尹晓光，几年后也传出被双规的消息。所以你看，这场阅兵从筹备阶段就充满了诡异的气氛。一个总指挥的人选，牵动的是整个军队高层的权力格局和信任危机。这不仅仅是一场秀肌肉的表演，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共军队内部的溃烂与裂缝。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
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送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过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大时局 DASHIJU， 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说完了中共军队，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政坛。最近，已被边缘化的中共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再次成了舆论的焦点。大家都知道，胡春华曾经是胡锦涛指定的隔代接班人，但在中共20大上，他不仅没能入常，甚至连政治局委员的身份都丢了，被贬到政协当一个副主席，可以说是经历了政治生涯的滑铁卢。很多人都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基本已经结束了。但是从去年开始，情况似乎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先是在去年7月的中共3中全会上，央视镜头罕见地捕捉到胡春华和习近平并排而坐的画面，然后他开始在官媒发表署名文章，甚至取代韩正，代表习近平出席国际论坛，还高规格访问非洲3国，这一系列的动作本身就极不寻常，而这次西藏之行更是将这种不寻常推向了顶峰。王沪宁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奔赴西藏各地慰问，胡春华负责的是林芝地区。林芝是个什么地方呢？这里是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和川藏铁路2大国家级战略工程的所在地。现在最关键的细节来了，我们对比一下胡春华这次在林芝的考察路线和几年前习近平亲自去林芝的路线，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巧合，两人都去了和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相关的地点。习近平当年是去考察坝址，做亲自部署，胡春华这次则是去了了解工程规划设计情况，两人都去了农村，考察乡村振兴，看望村民，两人都调研了川藏铁路工程，甚至两人都到了林芝市的同一个公园——工部公园。这种几乎是像素级的复刻，绝对不可能是巧合。在中共这种极其讲究政治符号和象征意义的体制内，走谁走过的路，往往意味着走谁的位子。一种解读是，这是在为胡春华的复活铺路，甚至是在暗示他可能的接班地位。在海外，已经有传言说，胡春华可能会在即将到来的中共4中全会上接替习近平的总书记职务。这次的林芝之行似乎是为这个传言增加砝码。更值得玩味的是，据官媒的报道，胡春华肯定了林芝经济社会事业取得巨大进步，这俨然是一种上位者的口吻。如果说胡春华的行程是诡异，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神秘了。根据海外时评人士得到的独家爆料和照片，这次陪同习近平去西藏的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中共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在一张习近平等高官在西藏大剧院的合影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胡春华站在前排，就在习近平身边不远处，而在人群的第4排站着的正是胡海峰。但诡异的是，对于胡海峰的随行，所有中共官媒的报道都保持了沉默，仿佛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一样。这就带来了几个巨大的疑问。首先，谁让他随行去的？毕竟胡海峰目前的职务和西藏没有直接关联，为什么会出现在习近平身边？其次，官媒为何不对其进行报道？对胡海峰的隐身处理是出于什么考虑？最后，
他和胡春华同时出现意味着什么？胡春华是胡锦涛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海峰是胡锦涛的儿子。这两位团派背景浓厚的人物，在一个如此敏感的时刻，与习近平在西藏同台亮相，这是不是在向外界释放某种政治和解，甚至是权力交接的信号？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中共20大闭幕式上，胡锦涛被强行带离会场的那一幕。那一幕被视为团派被彻底团灭的象征。而现在，胡春华和胡海峰的再次出现，是否意味着团派势力正在卷土重来，甚至可能在元老们的支持下，对现有的权力格局发起了挑战？北京这次举办的阅兵总指挥难产，胡春华高调复出，胡海峰神秘随行，所有这些线索最终都指向了一个核心问题：中南海的权力斗争可能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而焦点就是接班人问题。目前海外流传着多个版本的接班组合，一个版本是由中共副总理丁薛祥接总书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接总理。这个版本被认为是习近平自己比较属意的方案，但最近又有一个新的爆料，说北戴河会议达成的共识是由胡春华接任中共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接任总理。公开资料显示，袁家军1962年生，吉林通化人，曾任神舟飞船工程总指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中共科协副主席，后来先后任职宁夏、浙江。2022年10月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同年12月调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这个胡袁配的方案非常有意思，胡春华是非习派的团派代表，而袁家军被认为是习家军中军工帮的一员。这个组合看起来像是一个政治妥协的产物，团派拿1号位，习派拿2号位，以此来稳定政局。但这个方案也有疑点，比如有分析就认为，反习派如果真的占了上风，为了保障自身安全，必然会彻底清算习，而不是搞什么妥协，因为习近平过往的行事风格让任何人都不会相信他的承诺。目前各种传闻的真实性我们无法确认，但这些传闻的广泛传播和中共高层显现的种种异常，都共同指向了一点：习近平的权力已经发生动摇。这种权力衰退的现象，在这次习近平西藏之行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官媒报道他听取西藏工作汇报后，只说了一堆套话，但没有一句像过去那样对西藏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的话。他接见驻藏部队官兵时，也仅仅是致以诚挚问候，完全没有了2021年那种对部队做出突出贡献给予充分肯定，以及全面加强练兵备战之类的指示和要求。一个党魁不能肯定地方党政官员，一个军委主席不能肯定和指示军队，再加上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没有陪同，而作为张又侠人马的西藏军区司令员王凯也缺席了接见。这一切都让外界对于习近平已经丧失军权的猜测愈演愈烈。有观点甚至认为，习近平现在可能只是一个台面上的橡皮图章，真正操盘的是像张又侠这样的军中实权人物。中共想用习近平去西藏露脸来辟谣，结果反而暴露了更多的疑点。好了，说到这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从阅兵总指挥的悬而未决，我们看到了军队高层的信任危机和权力真空。从胡春华几乎复刻习近平的考察路线和胡海峰的神秘现身，我们看到了团派势力回归的迹象和接班人选的扑朔迷离。而从习近平在西藏行程中的种种异常表现，我们似乎又窥见了他权力可能正在被削弱的现实。所有这些线索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极其复杂和充满张力的政治图景。这究竟是一场精心安排的权力过渡，还是各方势力在失控边缘的激烈博弈？即将召开的中共4中全会会不会是摊牌的时刻？中共的4中全会通常是决定重大政治路线和人事变动的关键会议。历史上很多重大的转折点都发生在4中全会上，所以外界普遍关注这次会议将会为我们揭晓很多谜底。最终的答案也许很快就会揭晓，但可以肯定的是，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我们正在见证的可能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你认为胡春华真的有机会接班吗？
你觉得习近平的权力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欢迎在下面留言区写下您的观点，我们一起讨论。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